今年1月份，英特尔发布了第12代移动端酷睿处理器 i9-12900H， 我们首发测试的是 ROG 枪神6。这台电脑的强劲散热和性能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本来移动处理器每年一更新，今年的好戏应该就已经看完了。没想到，英特尔居然不按套路出牌，在新处理器上市的3个月之后呢，又发布了一块加强版处理器 i9-12950HX。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出啊，这块处理器的规格更高，而且呢还是支持超频的。今天我们捣鼓的这台电脑就是搭载这颗处理器的新游戏本 ROG 枪神6 Plus 超劲版。这台电脑的核心升级了，并且呢在处理器和显卡上都用了液晶导热。不知道这台搭载顶级发烧级处理器的游戏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先来看一下它的详细配置。CPU 是英特尔的酷睿 i9-12950HX， 属于新发布的 H55系列，拥有8个 P 核加上8个 E 核，一共是16核心24线程。独显是 RTX 3080 Ti， 最高功耗175瓦，内存给到 64GB， 双通道 DDR5 4800兆赫兹，固态硬盘是2TB 的三星 PM9A1， 果然都是顶级配件啊。屏幕是17.3英寸2560×1440分辨率24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，标称色域100%P3。既然配置是顶级的，那价格肯定也是顶级的啦。目前参考售价是26999元，属实不便宜啊。除了我手上的顶配版，还有一个3070 Ti 的版本，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，但是相比普通版还是有小幅度的涨价哦。这台电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于超高的硬件规格，所以说先来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。首先是这颗全新的英特尔旗舰级笔记本处理器 i9-12950HX， 是专门为了高性能游戏本和移动工作站打造的。核心规格上面，这颗 i9-12950HX 拥有8个 P 核加8个 E 核，比之前最高端的 H45又增加了2个大核，和台式机上的核心数持平了。看来这个核心并不是由 H45简单升级而来啊，更像是桌面端处理器经过小改之后下放到了笔记本的产品上。频率方面，默认看上去相比 i9-12900H 没有什么提升嘛，但是 H55全系支持超频，在这台电脑上 ROG 给它出厂预超频到了单核 5.2G 赫兹啊。另外3G 缓存也从24兆增加到了30兆，伴随着性能提升的还有功耗， TDP 也从45瓦提高到了55瓦，实际上最大功耗相比 H45也会进一步增加。不过核显则是 H55处理器降级的地方，最高只有32的 EU， 看起来更像是一颗桌面版处理器魔改而来的。考虑到采用这种处理器的笔记本一般都会搭配独显，实际上影响应该不会很大。那除了 CPU 规格的提升之外呢， HX 还有一个巨大的升级在于扩展性。我们知道啊，之前的12代 H45、P 以及 U 系列处理器都是 SoC 化的设计，南桥是和 CPU 封装在一起的，而 HX 处理器呢，则是和桌面端看齐，南桥仍然放置在主板上。H55系列拥有16条直连 CPU 的 PCIe 5.0 以及4条 PCIe 4.0， 而且呢，从南桥还可以扩展出16条 PCIe 4.0 和12条 PCIe 3.0，这个扩展能力已经和桌面端的 Z690 持平了啊，堪称恐怖啊！同时 DMI 总线速率呢也提升到了 4.0×8， 相当于 H45 平台的4倍。这意味着即便在南桥上挂载多个设备，也很难在总线带宽上出现瓶颈。另外 H55系列还支持4个内存插槽，部分型号支持 ECC 内存。不过呢，作为定位高性能高功耗的平台呢，内存类型只支持 DDR4 和 DDR5， 低功耗的 LPDDR 内存就不支持了。好啦，介绍了这么多，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颗 CPU 的实际表现如何。开始先提醒大家一下啊，因为这台电脑对于 CPU 进行了出厂预超频，所以说分数会比不超频的 i9-12950HX 略高一些。先来看单核性能，这台电脑在 Cinebench R20 单线程中取得了769分的成绩，相比 i9-12900H 提高了 9%， 看来预超频确实能带来单核性能提升啊。多核性能部分，我们测试了65瓦和90瓦2种功耗下的成绩。在 R10 的多线程测试中，65瓦的 i9-12950HX 相比 i9-12900H 提升了大约 10%，90瓦下提升稍微小一点，大约 7%。7zip 里新的 CPU 提升更大，2种功耗下压缩相比 i9-12900H 提升了 16% 左右，解压缩提升了 10% 左右。而 X265 的视频编码测试里 i9-12950HX 的提升就相对小一些了，65瓦下提升大约是 4%，90瓦下提升大约是 2.5%。当然了，如果只是限制功耗，那就不能发挥这台电脑的全部实力了。在不限制功耗的情况下跑一次 R20 循环，可以看到第一轮分数突破了8000大关，达到了8298分，之后会有一定的回落，但也是能够维持在7750分左右啊。这基本上是我们今年测过最高的成绩了。跑分时的功耗也很激进啊，
第一轮甚至直接冲到了160瓦，之后逐渐回落到135瓦，稳定之后的功耗会稍微收敛一些，先达到130瓦，然后回落到120瓦。此时 CPU 大核在 3.6G 赫兹左右，一核 2.9G 赫兹左右。从这些实测结果来看，这颗 i9-12950HX 确实很猛。本来我以为 H45系列的 i9 和 i7 已经够强了，结果英特尔还能掏出一个更强的 HX 系列出来啊！当然了，这里面有 ROG 激进的性能释放以及预超频的功劳。不管怎么说，在 CPU 性能上，这台电脑绝对是旗舰级别的。聊完了 CPU， 再来看一下显卡，它搭载了最高175瓦的 RTX 3080 Ti， 其中包含25瓦的动态功耗增强，这已经是今年最高功耗了。在增强模式下，这台电脑会对显卡进行小幅度的超频，核心加50兆赫兹，显存加100兆赫兹，也算是华硕的传统异能了。实测 3D Mark Time Spy 13446分 ，FAC 16758分 ，Super Precision 校试8516分。得益于高功耗和预超频，这台电脑的跑分比其他170瓦的3080 Ti 要略高一些，相比去年160瓦的 RTX 3080提升了8%，也是今年的旗舰水平了。测完理论跑分，再来看一下它在实际游戏中的表现。这台电脑也搭载了双显3模切换，测试时我们都会放在独显输出模式下。网游部分在原生 2K 分辨率下，最高画质 Dota 2 196帧，最低画质 CSGO 588帧，都是非常高的水平啊。1080p 分辨率下的 CSGO 更是能够跑到将近700帧呢，看来旗舰级的配置确实带来了不错的游戏性能。然后是单机大作部分，2K 分辨率下，古墓丽影能够跑到119帧，地平线5可以跑到80帧，地铁2077和全面战争战锤3也能够在最高画质下保持60帧以上，都是足够流畅的水平。不过这种大型单机的瓶颈呢，主要在显卡上，这里超频 i9 的优势呢就不太容易体现出来了。除了游戏，生产力软件也不能落下。首先是 Adobe 3件套 ，PS 1285分 ，AE 1168分 ，PR 1234分，这个成绩可以说是非常高了。3个项目全部破千，刷新了我们数据库里的最高纪录。看来这个16核的 i9 处理器和 64G 超大内存，对于内容创作软件来说确实有明显提升的。类似的还有 SpecView 2020的测试，在各种工业软件里，这台电脑的得分也是最高的，顶级的配置和激进的性能释放发挥了作用。简单总结一下吧，这台枪神6 Plus 超劲版的性能表现呢，给我的印象就一个字：猛。它的 CPU 和显卡都是今年最高端的配置，而且呢，在增强模式下进行了预超频，性能释放也很激进。再搭配64G 的大内存以及2TB 的硬盘，无论是大型游戏还是生产力软件都能很好驾驭，在性能上属于今年游戏本中的顶级水平。除了性能以外呢，散热对于游戏本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点啊。这次枪神6 Plus 超劲版采用了 CPU 和显卡双液晶加上 VC 均热版的散热。下面我们用烤鸡来实测一下。机器调整到增强模式下，单靠 FPU，CPU 95度，封装功耗120瓦 ，IA 功耗113.6瓦，P 核3.4到3.5G 赫兹，E 核频率2.8到2.9G 赫兹。在增强模式下，单烤显卡 RTX 3080 Ti 75.9度，功耗175瓦，频率1665兆赫兹。在增强模式下双烤 ，CPU 93度，封装功耗55瓦 ，IA 功耗42瓦，P 核2.4G 赫兹，E 核1.9G 赫兹。显卡80.5度，功耗呢仍然保持在175瓦，频率1597兆赫兹。如果切换到手动模式再双烤，那么机器的功耗分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。CPU 变为70瓦93度，显卡呢则是变成170瓦75.5度，相当于比增强模式多了10瓦的总功耗，达到了240瓦。表面温度大家自己看吧，这简直就不像一台正在烤鸡的游戏本了。温度最高的空格键呢也只有38.9度，常用键位还不到35度，万托只有27.8度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搞错了，直到亲手摸一下才能确定它真就是这么凉快。而噪音部分，增强模式下满载人文分贝值是51.3，跟主流游戏本差不多的水平。而手动模式的话就比较吵了，高达57.3分贝，建议平时开增强用就够了。总的来说，枪神6 Plus 超劲版的散热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在游戏本里相当出众。它在增强模式下能够做到 CPU 加显卡230瓦的总功耗，证明双液晶加 VC 均热版的豪华散热确实起到作用。显卡在双烤时能够维持在175瓦，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它的显卡都能做到满血释放，不会被 Dynamic Boost 抢走功耗。而且呢，即便是这么高的功耗，它依然保持了很低的表面温度，玩游戏时热感并不明显。好啦，最猛的性能和散热测完了，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外观啊。机器的整体外形和枪神6是类似的，当然了，作为旗舰机加入了一些更加炫酷的设计。最有意思的是 A 面的隐形墨水涂装，平时是看不见的，需要用附赠的紫外线手电照射才能显示出来。这上面的字母和图案来自 ROG 的一款免费的 FPS 游戏，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试一下。
机械的信仰 logo、转轴、侧边键盘都有 RGB 灯光，支持神光同步。在玩灯这方面 ，ROG 从来不落下风啊。C 面采用了斜切式的线条分割，右上角呢是半透明材质，可以隐约看到主板上的元件。机械的尾部信仰徽章呢有3种颜色可以替换，侧边还有钥匙可以储存自定义设置。整机重量2.91千克，厚度24.9到29.2毫米，属于比较厚重的肌肉型游戏本，便携明显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啊。这台电脑的外观，我觉得科技感和电竞氛围还是很足的啊。不过呢，还有2个地方让我不太满意，一是它的下巴有点宽，而且呢没有搭载摄像头，也没有附赠外接的摄像头，如果临时遇到视频通话等场景就不太方便了。另外就是键盘布局，虽然按键的手感呢还可以，但是作为一台17英寸的游戏本，方向键竟然还是板高的。明明 C 面有很多空间啊，却没有利用上，感觉有些浪费了。这可能是为了笔记本外观设计做出的取舍吗？接口部分，左侧是2个 USB 3.2正一的 A 口以及一个3.5毫米的耳麦接口，后侧是一个雷电4，一个 USB 3.2正2速率全功的 Type C， 一个 HDMI 2.1和一个RJ45的网口。这个接口规格平时基本够用，但是呢，对于一台大屏游戏本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少了点。如果能在机身的右侧再加一个 USB A 口和读卡器，那实用性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屏幕，面板来自京东方，实测色域容积为 105.8% 的 P3， 色域覆盖 98.8% 的 P3。色准部分它自带了一个校测文件，不过呢，实际表现并不算优秀。以迪赛 P3 为参考，平均delta E 1.65，最大delta E 4.99，主要是蓝色部分有一个色块偏差略大。在 Display P3 下也是类似的情况。屏幕的最大亮度为294尼特，在今年的游戏本里没什么亮点，算是够用的水平吧。屏幕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默认状态下黑白响应 8.3 毫秒，灰阶响应 11.8 毫秒，表现良好。另外，它还可以开启屏幕 Overdrive， 此时黑白响应不变，灰阶缩短到了 4.9 毫秒，可以说是很快了啊。不过开启之后，灰阶上行下行都会有一定的过冲，会引起轻微的鬼影现象，建议根据个人需求酌情开关。总的来说，这块屏幕的色域、分辨率、刷新率都很不错，而色准和屏幕亮度的表现呢相对一般，用来玩电竞游戏的话是足够的。而如果做一些对于色准要求较高的工作，那我建议还是自行校色。最后，传统的拆机环节还是少不了的啊。这台电脑拆解不难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可以看到，它采用了双风扇加上大面积的 VC 均热板散热，风扇下面还有2根辅助的热管。均热板上印有 CPU 和显卡各种元件的位置。由于这台机器采用的是双液晶导热，不用担心硅脂老化，所以说不建议自行拆解散热。不过，采用双液晶的只有3080 钛显卡的配置，3070 钛版本的显卡还是硅脂的。内存来自海力士，由2根32GB DDR5 4800兆赫兹组成双通道，已经是目前的最大容量了，没必要自行升级。内存的跑分也很亮眼啊，读写都在7万上下，延迟85纳秒，比我们之前测试过的其他 DDR5 内存的游戏本都要好一些。这是因为 DDR5 内存的32GB 是 2 rank， 比起 16GB 和 8GB 的 1 rank 可以提供更快的读写速度。这也是测 CSGO 等内存敏感性游戏能够跑到极高帧率的原因之一。内存左侧是原装的固态硬盘，2TB 的 PM9A1， 支持 PCIe 4.0x4。这块硬盘的 SLC 缓存足足有140多个 G， 出款后也能保持1500兆每秒以上的写入速度，足够应付各种大容量读写的工作了。同时呢，它还预留了一个 M.2 硬盘位，同样支持 PCIe 4.0x4，可以自行加装。无线网卡位于硬盘下方，稍微错开了一点距离，不再是以前那种叠叠乐了。型号是英特尔的 HR211， 支持 WiFi 6E。最下方是电池，容量90瓦时。在混合模式下，它的 PCMark 现代办公续航时间是4小时4分钟。如果开启屏蔽读写的 iGPU 模式，则可以延长到5小时45分钟。这个成绩只能说是在没有电源的时候应个急，这种肌肉型的游戏本一般还是要插电用啊。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搭载双液晶散热，性能释放很强。这台电脑不仅核心配置很高，性能释放也非常激进啊，这让它在性能测试中的得分非常高，很多项目都刷新了比8的记录。双液晶不仅增强了散热效果，也杜绝了硅脂变干的隐患，省去了需要更换的麻烦。第二，高负载下表面温度控制较好。这台电脑不仅性能释放强，同时呢键盘隔热也控制得很好，双烤条件下大部分键位都在35度以下，跟很多游戏本待机温度差不多啊，体感上绝对属于凉快的水平。第三，内存和硬盘容量超大，它搭载了高达64GB 的内存和2TB 的固态硬盘，无论是装大型游戏还是做各种设计类工作，都已经很充裕了。平时呢不需要担心容量的问题，而且即便暂时用不到这么大的内存，光是看起来也觉得特别爽啊。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没有搭载摄像头，且屏幕下边框较宽。
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上网课和视频会议现在是很多人的刚需啊。这台电脑没有摄像头就不太方便，而且呢，即便是舍弃了摄像头，它也没有把下巴收窄嘛，屏占比上还是需要进步的。第二，键盘布局不合理，仅半高方向键。作为一台17英寸的大屏游戏本，它的方向键却不是全高的。这个键盘设计师是平时不玩游戏吧？啊，希望下一代能把全高方向键给加回来。第三，接口数量略少。这台电脑2A+2C 的接口平时基本够用，但是呢，其他家的大屏游戏本很多都是做到了3A+2C，甚至4A+2C 啊。我觉得以它的体型，接口应该更丰富一些。总的来说，枪神6 Plus 超键版的表现还是非常牛逼的，出色的散热再加上激进的调教，在各种跑分和实测里都是顶级的旗舰水准，着实让我过了一把瘾啊。至于这个缺点嘛，摄像头的缺席和半高方向键是整个枪神系列最让人诟病的地方，希望 ROG 能够在外设上多下一些功夫。这台电脑我主要推荐给那些预算充裕、喜欢追求极致性能，同时呢对于便携要求不高的电竞玩家。从实测来看，枪神6 Plus 超键版相比于普通版，提升点主要在于 CPU 性能、散热以及外观做工上，同时呢提供了更大容量的内存和硬盘配置，怎么选就要看大家的钱包厚度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8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交流版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8评测试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